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亲临法国皇宫谈婚论嫁，这令波旁家两兄弟惊恐不已。胖子一想到在英国与女王签下的文件，就觉得叛国罪的铡刀高高悬起，后脖梗子一阵寒意。安茹公爵非常反对这门婚事，这会让他成为枢密院里多余的一个人。国王查理九世却对此婚事感到很满意，他认为把敌人放在床上比放在战场上要安全多了。儿子们为了这门婚事吵作一团，母亲要求两人要团结，眼前的情况非常危急，只要一步踏错，瓦卢瓦家的皇位就要易主。吉斯家和波旁家都不是善茬，听到母亲这样说，儿子们表面敷衍着和好了。吉斯家的红衣主教在偷偷跑去找伊迪丝洗礼后，被识破抓住了。当他面对伊迪丝时，完全臣服了。伊迪丝也向他伸出橄榄枝，表示愿意引导他，条件是让他成为自己的耳目。红衣主教接受了，这个情节简直有点太出乎意料了。同时，伊迪丝还给了主教一本经书。红衣主教跑去受洗的消息很快就被拉西玛知道，这消息马上就传到了凯瑟琳耳朵里。凯瑟琳安排拉西玛把消息传给天主教联盟，这些主教直接找到吉斯公爵夫人。I think we need to talk about your son. We represent the Catholic League of France.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第一次公开露面就安排在早朝，大家齐坐一堂。伊丽莎白姗姗来迟，很客气地给足了查理九世面子，夸奖宫殿很豪华，扭头也大大方方地跟波旁家的胖子打招呼。刚一落座，胖子就跳上来反对这门婚事，认为皇家的婚事应该由枢密院商议决定。没想到凯瑟琳还没开口反驳，伊丽莎白女王的嘴替莫顿勋爵就回答她：亲王不是刚访问过英国，提出要促进两国世代友好吗？现在为何突然反对呢？这一下就把胖子问得哑口无言，也让凯瑟琳倍感舒爽。胖子忙着拉扯吉斯家，他觉得吉斯家作为天主教立场，一定会反对国王娶一个新教女王。没想到吉斯公爵夫人站起来就表示对这门婚事没有什么意见，这可把胖子气死了。紧接着，吉斯公爵夫人关心地问起能否释放被囚禁在塔里的孙女玛丽。伊丽莎白女王装作诚恳地表示，这个忙一定是要帮的，但条件是要用法国最大的客运港口加莱来换。蒙莫朗西站起来反对，这简直等于把法国拱手相让。莫顿公爵接着就提起了贸易协定，这样讨论直接陷入尴尬。伊丽莎白话锋一转，开始恭维查理九世，说的查理心花怒放。凯瑟琳邀请伊丽莎白一起骑马打猎，伊丽莎白爽快地同意了。安茹在一边酸伊丽莎白的母亲安妮·柏林被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砍头的事儿。这个故事在我们做的剧集《狼厅》里有详细的叙述。伊丽莎白淡定地表示，自己不介意打猎回来时带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，就像自己亲妈的一样，把安茹吓得大呼变态。显然，查理九世根本就不是老辣的伊丽莎白的对手。伊丽莎白的几句简单的恭维，就把查理九世哄得忘乎所以了。离开早朝，波旁家的胖子就匆匆来找伊丽莎白。这场联姻会让伊迪丝那个疯女人感觉被骗，然后派出敢死队来追杀自己。他把安托万的手臂都烤熟了，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伊丽莎白安慰他，这个婚姻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获得法国。法王查理九世太容易控制了，到时候法国成为自己囊中之物，胖子就是自己最信任的监管法国的人选。届时可以让都铎和波旁两大家族富甲天下。一席话瞬间让胖子吃了颗定心丸，满心欢喜地憧憬着未来，完全忘记了刚刚才被骗过。然后伊丽莎白安排他马上去给伊迪丝送4车自己带来的武器，鼓励这个疯女人快点闹事儿，这样凯瑟琳皇太后就会不计代价地求自己结婚，以平息这场内战。胖子有点犹豫，但伊丽莎白手里有她的叛国证据，一边是叛国，一边是国王候选人。胖子毫不犹豫地再次拜倒在石榴裙下。波旁家举家再次来到了树林见伊迪丝，这次莫顿勋爵也跟来了，他向伊迪丝带来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支持和武器。伊迪丝收下了武器，但表示自己根本不相信他的每一句话。一交接完，安托万就忙着要跑。上次伤害留下的心理阴影面积太大，没想到安托万的儿子亨利和妻子胡安娜却主动申请留下。信仰新教的两人想体验一下月下林间的步道。安托万虽然非常担心，
但也无可奈何，只能任由他们留下。打猎活动很快就热热闹闹地筹备好了，一行人聊着天前往猎场。伊丽莎白和凯瑟琳两人都在谨慎地试探对方，虽然心怀算计，但表面都努力掩饰着锋芒。目送着国王太后策马奔向猎场，黑小哥凑到拉西玛身边献殷勤，约拉西玛单独约会，一起聊聊天文地理，聊聊最新的科学发现，结果被拉西玛给拒绝了。国王一马当先地追逐着猎物，凯瑟琳刚策马进入树林时，忽然看到地上有一窝被破坏的鸟蛋，一只乌鸦抓起鸟窝里的黑蛇飞走了。这时身后传来了国王落马的呼救声，查理九世意外落马，被人搀扶回宫。御医想为国王检查，被凯瑟琳拒绝了，因为儿子看起来除了有一点懊恼，并没有太大的伤害，大概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妈格偷偷来找弗朗将军，没想到被吉斯公爵夫人碰了个正着。弗朗将军赶紧送客，扭头打岔问母亲为何忽然同意国王的这门婚事。母亲认为主教儿子皈依新教这件事儿更棘手，如果不马上阻止主教儿子继续犯傻，那么全家人都得完蛋。这件破事儿还得交给将军儿子去干。弗朗将军找到主教，问他既然去了，为何还要回来？主教对兄弟很坦诚，自己是回来做间谍的。哥哥好笑，上帝还需要安排间谍？他义正言辞地警告弟弟，赶快把这件事儿都忘了。天主教联盟的人已经为此事儿找过母亲，要知道上帝死了可以复活，但上帝的间谍可复活不了。拉西玛发现小黑哥负责的宫殿建筑账目有出入，他第一时间告诉了凯瑟琳。凯瑟琳决定去工地查看，却碰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和哥哥聊得火热。凯瑟琳淡定地看着两人表演，这个伊丽莎白真是无孔不入。凯瑟琳压着怒火离开了。回到皇宫就召见了叛徒药剂师女儿，在屏退拉西玛后，凯瑟琳问他是不是投靠了波旁家，那瓶毒药也是假的。药剂师女儿没有承认，也没有否认。凯瑟琳知道自己说对了，然后她同意这个曾经的陪嫁女佣回来继续为自己服务。第一个任务就是去监视黑小哥。药剂师女儿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，但她好奇为何这事儿不交给拉西玛。皇太后觉得她问的太多了。其实凯瑟琳的直觉告诉她，拉西玛有事儿瞒着自己。这个直觉显然是对的。拉西玛私下问过黑小哥账目问题，黑小哥坦诚自己确实挪用了钱，就像他知道拉西玛也利用职务之便在后宫大吃回扣一样。黑小哥愤愤不平，自己因为私生子的身份无法享受美第奇家族的身份地位和财产，所以他要从美第奇家的嫡女身上加倍拿回来。而这一通在深夜寝室里的交谈，也意味着两人不会就此就结束了。凯瑟琳醒来时，发现枕头上是术士留下的小人儿。这些草编的小人在前剧中出现，就意味着死人。凯瑟琳带着这串不祥的小人来树林找术士。术士告诉凯瑟琳，他正身处背叛之中。英国女王只是想通过婚姻得到法国。这一次，凯瑟琳不想再听术士的警告，身边都是阴谋诡计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的状况让凯瑟琳烦躁不已。她认为术士在利用自己的恐惧步步相逼，于是向术士下了逐客令，他会命令士兵来拆除小屋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真是一点都不闲着，刚去挑逗了凯瑟琳的黑哥哥，马上回来约了安茹在花园散步，话里话外尽是暗示安茹比哥哥更适合做自己的丈夫。摔伤未愈的查理九世远远看见了，急得一路小跑追上两人，张口就充满火药味地说起安茹小时候的糗事。伊丽莎白一看机会来了，马上挑拨两人来一场决斗。安茹还比较理性地拒绝了，但查理九世却咄咄逼人地命令弟弟必须要比。就这样，一场决斗被定了下来。蒙莫朗西试图阻止国王，可这时的国王完全被这场势在必得的婚事搞得头脑发热。他直言蒙莫朗西提的任何建议都是为了他的宝贝养女，根本不是为了国家或者他这个国王，所以不听也罢。说完就直奔决斗场。安茹告诉哥哥，这是英国女王挑拨两人的阴谋，但查理九世根本听不进去，一门心思地认为是安茹嫉妒自己的这门婚事，想要勾引自己的未婚妻，开口就说弟弟是一个软蛋，气得安茹拔剑就要拼个胜负。眼看决斗就要开始了，凯瑟琳及时赶到，
他悄悄要求国王儿子停止决斗，但被拒绝了。接着他就要求安茹输给国王，安茹没有回应。伊丽莎白兴冲冲地等着这场好戏，还不忘添油加醋地表示自己只嫁给胜利者，一边看着凯瑟琳的反应。凯瑟琳强忍下对2个儿子受伤的担心，从容地坐下观战。安茹一开场就攻势迅猛，有伤在身的国王显然不敌弟弟的进攻，安茹轻松地拿下了第1局。国王下场后喝了一口酒，继续战斗。安茹的第2场终于向哥哥放水，国王拿下了第2局。第3局一开始，查理9世就身形不稳，没过2招就丢了剑，倒在安茹怀里。凯瑟琳忙冲上来看儿子，查理9世嘴里吐出了红色的血迹。难道短短的时间内就要再次失去一个儿子吗？凯瑟琳焦急、痛苦、担心、崩溃，嘴里喃喃地安慰自己：国王没事儿。好的，剧情就讲到这儿。这场宫斗真是激烈，查理9世倒下的这一幕很像第1季中的太子打球倒下。按照真实历史，查理9世这时候还没有死。查理9世10岁登基，14岁独立执政，24岁去世。在位期间一直处于法国宗教战争中。这场让查理9世至死都没有看到结束的宗教战争，整整持续了36年，从1562年直到1598年。整个法兰西王国内民众骚乱不断，连续8次大规模的战争，对当时的法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，约有300万人死于战乱及战争带来的饥荒和瘟疫。查理9世是一个软弱的君主，他终身都处于母亲的阴影之下。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，查理9世的精神陷入忧郁，整个人一蹶不振。1574年5月，因感染肺结核去世。之后就是弟弟安茹登上了法国王位。查理9世真是一个窝囊且短命的悲惨国王。不过在本集里，如果查理9世死在这里，那么凯瑟琳发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动机就非常充分了。这些新教徒导致他连续失去2个儿子，换成任何一个母亲都要疯狂报复。不过这只是剧情需要的演绎，不是真实的历史。这部剧对凯瑟琳德美第奇的洗白是非常厉害的，不过确实编得非常精彩。好的，背景故事就简单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欢迎大家点赞关注，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，我们下期见。